早安，上车吧。去哪儿啊？去比赛呀。你不用这样啊。我不用怎么样？我知道你是觉得我昨天没能去比赛，想要帮我圆个梦，对吧？可是没有必要啊。你这么努力，不就是为了参加这场比赛吗？是。可是这都是假的呀。我现在肯定又在梦里，还没醒过来呢，对吧？你以为我们现在还在量子海里？你以为这一切都还是假的？啊？难道还能是真的呀？但它就是真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会穿越了？时间倒流？你又出新的技能点了？都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只不过是让昨天的比赛再举行一次而已。啊？上车。什么意思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不是在做梦，是真的。没错。你干嘛？我看看是不是在做梦。那你也不应该掐我呀，你应该掐你自己才对。对啊。所以这不是梦，也不是时间倒流，是你让我们大家都忘掉了昨天的那场比赛。对。所以，所有的人都以为今天是昨天。可以这么理解。他们就会重复一遍昨天做过的事儿。是，包括昨天那场比赛，现在所有人都还以为那场比赛还没有开始，所以你还有机会去参加。可是，这样可以吗？怎么不可以了？就比如，要是昨天有人结婚了，他们怎么办？那就再结一次。那有人离婚了呢？再离一次。那要是昨天有人生孩子了呢？我的天哪！那昨天刚出生小 baby 怎么办？你难道让他爹妈今天再生一个吗？不要在乎这些细节。总之，你现在终于重新有机会，可以证明你自己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田健选手，您在第一轮的比赛中获得了全网的嘲讽，请问你为什么还有勇气来参加复活赛呢？请问你在这次复活赛中又有怎样惊世骇俗的作品呢？在纸上捅2个洞吗？对于那些为了看笑话把你投进复活赛的粉丝，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？这边。不好意思啊，忘了把这些人处理掉了。要不然，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，我还是觉得不太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就是昨天的比赛都已经有结果了，我现在让所有人陪我重新再来一次，不太公平吧？昨天的比赛结果才是不公平的，就是因为你没有来参赛。你明明都那么认真地完成了参赛作品了，但结果就是因为个意外，没有参加，这对你来说公平吗？我又不重要。你重要，你当然重要。对我来说，你是最重要的。就是因为你才没有参加比赛，所以我必须补偿你。你放心，这次我只是重启了比赛，也没有做任何其他不公平的安排。我只是把本来属于你的机会还给了你。之前在量子海里，你可没这么怂哦。英女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去吧。走吧。林军，加油！他不是反对你参加比赛吗？
怎么今天主动把你送来了？宋老师，昨天的事你也都不记得了？昨天？昨天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和之前不一样了呢？哪里不一样？你上次来参加比赛的时候紧张的跟什么似的，今天这么淡定。你不会是画傻了吧？你笑什么？我说真的。没有啦，我就是觉得这次的机会真的挺来之不易的，所以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我们进去吧。好。哎，来了。富贵总，我的天哪！我的田老师，您终于来了。田老师，您知道吗？上次节目播出以后，那些赞助商通通都过来了。我今年这个 KPI 已经提前完成了。谢谢。哎，田老师，您今天是不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更大的惊喜啊？哦，不用给我看，不用给我看。我相信您，您哪怕这次在上面再出2个窟窿，那也是最耀眼的。加油！都准备了啊！田老师来了啊！怎么，又害怕了？没有啦，早就习惯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其实真正害怕的不是你，是他们。谁？那些嫉妒你的人，是他们在害怕。怕什么？怕你。怕我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人类恐惧的缘由，大部分都是来源于未知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你是他们最未知的那一个，所以他们才会害怕你，甚至厌恶你。可明明他们都很强，我才是最弱的那一个。错，你是最强的那一个。我哪里强了？你很勇敢。哪有？过去的你寄居在那个狭小的仓库里，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。你空有一身的期望和幻想，但这并不是勇敢，而是莽撞，是无知者的无畏。可现在的你呢，见识到了现实的残酷，但你并没有退缩，也没有逃避，你敢面对这一切，这才是最大的勇敢。让你说的好像我多伟大一样，其实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了，我只是觉得我要对得起我自己。不过，还是谢谢你的鼓励。那我们一会儿见。好，我们之前的4位选手也已经展示完他们参加复活赛的作品了。那么接下来将有请最后一位拥有最断层级复活票数的网红，不是慢红，田珏，掌声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田珏。从8岁那年，我就一直想着，想要画这样一部漫画，它叫《星海蔷薇》。故事开始于一个平静的小渔村，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女孩。女孩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漫画家，却突然闯入一个外星人，打乱了她的整个生活。女孩恨透了这个外星人，想赶紧摆脱这场噩梦。可当女孩遇见危险的时候，却是这个外星人不顾危险拯救了她，还为了能够让这个女孩赶上她心心念念的漫画比赛，暂停了所有记忆。
女孩终于站上了这个比赛的舞台，而那个外星人此时就在台下。女孩看不到那个外星人在哪儿，但他们彼此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心声。女孩想要对那个外星人说：“谢谢你，给我站上舞台的勇气。”哎，他怎么真的画了个漫画？就是啊，谁给他投票是为了看漫画？一点儿也没意思。我以为他又捅俩窟窿。甜甜姐画的真好。田杰选手，您这一次的作品比上一次更加叫人意外啊！是啊，确实是不太好评判，主要是这个画风啊。毛笔漫确实是国风，但是两位老师，毛笔漫有什么问题？毛笔漫当然没有问题了，问题是田杰选手的画和其他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，这是很难评判的。只要是漫画，有什么难评判的？问题就在这里。凤老师，您觉得这个是漫画吗？有故事，有画面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漫画，这是什么？与其说这个是漫画吧，我更觉得像国画、插画。你看，他的作品画面上完全没有设计。如果这都叫漫画的话，咱们小时候那些连环画也可以叫漫画喽。哈哈哈哈。各位老师，各位朋友，我知道田爵的画很特别，但我们能不能试着去接受这种和我们的审美不一样的风格？不要一遇到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急一棍子打死。方老师，我能说两句吗？我知道，从一开始您就很喜欢我的毛笔漫。这次比赛的机会就是您给我的，您也一直在鼓励我。方老师，谢谢你，我很感激。但是，我用毛笔画漫画的初衷并不是这些。我的毛笔画是我爸爸教给我的，他去世了，我就想用他教给我的方法画下去。其实第一次来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就知道。我和一个真正的漫画家还差了10万8千里。我知道我很差劲，也想过要放弃。但是我又知道我不能放弃，不是为了坚守毛笔漫的风格，也不是为了赢得这次比赛，甚至也不是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漫画家，只是因为我喜欢画漫画呀。我喜欢画漫画，我想要一直画下去。一个人能不能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其实并不依赖于别人，只要自己足够喜欢，那就够了。小朋友，你也是田爵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比赛结果马上就公布了，不准备出去等着吗？
不重要了。之前看你的画的漫画，还没画到这儿，是什么时候把结尾补上的？就上台前啊。你刚刚在台下。那是当然。我还遇到一个你的粉丝呢。粉丝？甜甜姐，豆豆，你怎么来了？偶像的比赛我怎么可能不来？甜甜姐，你在台上是发光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可太喜欢了，没白熬夜，没白投票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哎，帮你拿。干嘛？签名啊！我们班同学每人都有一张，他们可都给你投票了。刚刚在台下，他一直跟你加油来着，就数他嗓门大，都快喊哑嗓子了。那叫应援，才不是加油呢。做甜甜姐的粉丝，我可是专业的，不要小看我好吗？豆豆，谢谢你。反正你要知道，真的有人喜欢你的漫画，就算他们都是假的，我也是真的。知道了。请问你杀出重围获得晋级名额的感受是什么？听说这次凤流清老师力保你晋级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学过漫画的人，你这次打败了无数专业选手，你觉得这是幸运还是偶然？我晋级了，与我无关啊。在你的漫画中，女主角的原型是你自己，那么男主角呢？请问这位先生是你男主角的原型吗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在你的漫画作品里，剧情到了比赛就戛然而止。请问后面的剧情会如何发展？男女主角会走在一起吗？这里总该没人了吧？我怎么就晋级了呢？真的不是你搞的？我说过，我只是把比赛的机会还给你了而已，其余的都与我无关。就好像做梦一样。就好像是大家陪我做了一场梦。这不是梦，这次是真实的，你是真的赢得了这场比赛。我知道，我是觉得，就好像你是从大家的手里为我偷来了今天。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。这本来也是你应得的。世界居然还在正常运转啊！时间对于大多数地球人来说，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怎么可能？你这话要是说给一个老头听，他非得拿拐杖打你不可。地球人对于时间的敏感，更多是来源于对比。如果没有了对比，或者没有明显的变化的话，人们就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。时间是看不见的。所以大家也并不会发现，对吗？可以这么理解。那，你再帮我个忙好不好？什么？你先答应我。放心啦，不会为难你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把这一天归还给他们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把你的催眠术解除掉吧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你的礼物我已经收到了。我不是一个贪心的人。可是你已经晋级成功了，如果恢复了记忆在台上的话，你不是也听到了吗？我已经证明了自己。我知道了，如果我能赶上比赛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这就够了。我很满足。真的。你知道吗？你的超能力就是我的外挂。打游戏开外挂是很不公平的。我不想当一个作弊的人。人生这场游戏，每一个玩家都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了。你刚才答应我了，不许反悔。
所有的故事已经沉入夜幕之中，每一个孤独的孩子还在遥望着星空。我走过无人海岸和玫瑰色的天边，都化作笔下的剪影。他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留下远行的脚印。搞定了。不过人们可能会有些奇怪，他们可能会很奇怪自己为什么出现在昨天出现过的地方。那怎么办？这都不重要了。实际上这是你的心愿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听我的话了？那束烟火划破银河的瞬间，还停泊在我的心底。它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今天又来了，王总，咱们今天是又办了一次复活赛吗？是吗？好像是。这么说，我又花了一次钱。好像是。天爵还是没有来。好像是。我心口堵得慌。说散了吧，都散了吧！去。豆豆，甜甜姐，哎呦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昨天确实出了一点事情，所以没赶得上比赛。你昨天已经等了姐姐很久，对姐姐很失望吧？我没事，就是担心你。虽然没能赶得上比赛，但是漫画都已经画好了，现在只给豆豆一个人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豆豆永远是姐姐的第一个读者。哇！那我们回去了啊。送送我们呗。我还有点要紧的事要处理，要不你们先。啊，好。那我们先走。拜拜。拜拜。晚上小渔村见。想吃啥？哎，你干什么的？你好，我有个认识的人，之前住在这儿，我想过来看看。你认识的人住这儿？不会是那个卷毛吧？您认识他？嘿嘿，我认识他，多年前啊，还是我把他捡回来的呢。这些年来，他就一直住在这个地方。可不是嘛，平时啊就帮我捡捡瓶子，混口饭吃。我倒是问过他以后怎么打算，那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是个没以后的人。哎呀，我后来问他以前是干嘛的，他也不说。哎呀，我估计啊，
他是有事儿的人，不是欠了债，就是身上背了命案，他是不想连累家人。哎呀，不过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们曾经是朋友。看来你们真是朋友。这猫啊，以前就特别喜欢他，现在喜欢你。那您当时是怎么遇到他的？当时我在海边上捡垃圾，看见他倒在沙滩上一动不动，我以为他是遇上海难了，我就把他救回来了。哎呀，他当时那个状态是真惨呐，身上什么都没有，而且几天几夜都没吃什么东西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好好一个小伙子怎么混到这个地步。老人家，当年您遇到他的时候，他身上真的什么都没有吗？当时脖子上带着一块石头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您能确定吗？当时的事儿我记得很清楚，就一块石头，和你脖子上这个一模一样。你跟我说实话，预言之石到底是不是你偷的？你这问题也太没意义了吧？反正我知道，我怎么说，你都认定是我偷的。我去过你之前住的地方。那个救你的老人告诉我，多年前他救你的时候，你身上没有预言之石。对啊，这就是我一遍又一遍想告诉你的事情。可是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。那预言之石为什么会在地球上？为什么会到田爵身上？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。12年前，不是你最先遇到田爵的吗？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我早就想问你了，是不是偷看了我的地球日记？是你的密码太简单了，不怪我偷看。但你也真是的，什么都往日记里写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你，明摆着给我提供杀人动机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还装傻？你日记里写着，想要拿到预言之石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田爵。我写的，杀死田爵？对啊，说田爵和预言之石已经彻底绑定共生了，想要拿到预言之石，只有杀死田爵。怎么了？这什么表情？不对，跟我来。干嘛？怎么回事？你从来没写过那篇日记？这个日记本是当初先知送给我的，要我好好记录在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。你的意思是，只有先知知道你在地球上写日记？可以这么说。而且什么？这本日记只有星海蔷薇人才能打开，也只有星海蔷薇人才能记录。你没有写，我也没有写，那还会是谁呢？先是假借我的名义去偷预言之石，又假借你的名义诱导我去杀了田爵。先知这手段确实挺一致的。不对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什么地方有点奇怪。干嘛？你还怀疑我？当然不是。
我只是说，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先知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咱们最了解了。他这个人虽然为人冷漠，但是绝对会遵守星海蔷薇的规定。假借你的名义来撒谎这种事儿，他绝对干不出来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现在我们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了。我们要接受事实，先知已经变了，变得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为了预言之时，他什么都干得出来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只是什么？对不起，云小艺，我对不起你。之前是我一直错怪你了。追杀了我12年，一句对不起就想打发我，想得美！安白夜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是我欠你的。你当然欠我，你欠我可多了。慢慢还吧，直到我满意为止。安白夜，安白夜，怎么了？你现在有空吗？现在有啊。很好，那待会儿小渔村见，我要给你回个礼。Surprise！ 好好的约我来书吧干嘛呀？感觉你会喜欢这里啊？喜欢什么？看书吗？准确的说是会喜欢这个角落。我要是不喜欢怎么办？那我就陪你哭啊！切，神经病！我最喜欢那条鱼，看到了吗？花纹最漂亮的小丑鱼。你知道吗？有那种卖鱼的老板，他们为普通鱼染上颜色，乍一看，跟真的小丑鱼一样。不过他们的寿命会变得很短很短。我之前也买过那样的一条鱼，然后没几天就死掉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养过鱼。你不会嫌弃它的，对吗？当然不会嫌弃啊，我只是有点心疼。它们被染上颜色，也不是自愿的。它也会想你的。嗯？就像你之后没养过鱼一样，你永远记住了那条鱼，无论它的颜色好不好看，漂不漂亮，你都会爱它，是不是？当然了。不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跟你很熟悉。可能以前我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吧。所以现在来弥补我吗？是啊。但是，你不要让我流泪哦。其实吧，我跟那些被染色的小鱼没什么区别。他们是被迫染上颜色，我也是被迫选择直播。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真的太难了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试过呀？我之前在一家 live house 报过名，想在那儿唱自己写的歌，结果人家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给我。哎，我听别人说过，对着小丑鱼许愿，一定能实现。我3岁嘛，这么好骗？真的，你试试啊，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。
甜甜来了。哎呀，这个点来了，在这吃饭呗。我想今天在您这请个客。你就是甜甜要请的客人呐？呀，这么多年了，甜甜可是头一回带朋友到我这儿来吃饭呢。田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要给你回礼啊。来啊，尝尝。你怎么不吃啊？试试，很好吃啊！喂，你不剥壳吗？啊，我忘了。哎，不会吃就早说嘛，我帮你剥。张嘴。怎么了？嫌我手脏啊？不是，我只是不太习惯。今天我请客，我让你张你就张。哎，好好玩。好了好了，不闹了不闹了。哎，好吃吗？什么感觉？说不出来。告诉你，这个就是家的味道。我们家跟张姨家是邻居。小的时候我可调皮了，总喜欢玩张姨她家的小螃蟹，看他们打架就死好多只。我爸知道了就骂我，但是张姨每次都护着我，说螃蟹那么多，死两只就死两只呗，只要我开心就行。后来我们家就搬到城里去了，但每次回来张姨都会给我做菜吃，他们就跟我的家人一样。至于豆豆嘛，他跟我小时候一样，也很调皮捣蛋，而且还喜欢离家出走。有一次张姨把他骂了，然后他就可生气了，又跑出去了。张姨跟张叔到处找都找不着他，后来还是我在我小时候喜欢躲着的礁石上把他捡回来了。他怎么这么听你的话呀？因为我会画漫画啊。豆豆也喜欢画画，他最崇拜我了。那天我用沙子教他画画，从早画到晚，他慢慢就不生气了。用沙子画？没想到吧？我不仅会用毛笔画画，还用沙子画画，厉害吧？厉害。吃饱了吧？吃饱我送你回家吧。别啊，你还什么都没吃呢。今天可是为了请你。张姨，香酒。哎，来了。哎。你放心，今儿个我一定好吃好喝把你招待好。我们无醉不归。这是干杯。上头吧，再喝一口。干杯！